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瞿薇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来了解一下这位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他的大男子主义是越来越严重了，大事小事啊，总是他拿主意，从来都不愿意和我沟通。我觉得他是很不尊重我。我们现在沟通啊也很困难，经常是从早上一睁开眼睛就开始吵。现在的我们是一直处于分居的状态，有的时候啊，我都觉得我们俩是像合租的租客。 我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过下去还有什么必要。有请这对夫妻，有请。陈先生59岁，来自福建，公司职员；丁女士57岁，来自江西，公司职员。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结婚多少年啊？结婚10几年。再婚重组是吧？对啊。怎么了？被轰出来啦？因为打呼噜是吧？这不至于的吧？打个呼噜就。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我们确实现在的情况是分居，就是因为他是做一些商业工作上的需要嘛，经常有女儿，因为经常出差，他工作，他养了3只猫，3只猫呢就寄到我们这边来，因为出差嘛，猫没地方寄，就寄到我这里。那我想，我给孩子嘛解决一点问题，但是他是死活不肯，然后我跟他千求万求，千求万求，就是不肯。 最后我非常努力的求，好不容易同意了。那你说我为什么不肯啊？还不是因为很臭？那家里的大便，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大便拉在床铺上。后来这个猫现在这个猫的结果是？猫这个结果现在是在我再三的要求一下，就是虽然它不情愿，还是没办法。结局是还留下来了吗？就好了吗？ 最关键的，我跟你讲，它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谁是州官？ 他是州官哦，您是百姓，家里就2口子，对，还分官和老百姓。哎呀，这日子是这样的。由于我们2个工作关系，我们经常就要跟客户联系呀什么的。那像我这种情况，我们公司我肯定有客户是男的嘛。那1、2下特殊情况的话，我跟客户去。 沟通，记得有一天是晚上，大概10点多一点，我们的同事就给我打电话讲一些工作的事情，可能当时也比较急。他冲过来一听是男的声音，坚决要求不许我打这个电话。这个事情我得讲一下哈，你经常晚上是10点多以后打电话，并且都是跟一些男的在打电话，当然我很生气了。他10点多坐在马桶上跟一个女同事打电话，打了足足1个多小时。 那最后我一听是女的声音，我就说干嘛？我那个时候的的确确是我们公司的女职员给我们打了电话。但是你别忘了，你是不可以让我10点钟以后跟异性打电话，不管是工作不工作，你叫我遵守，你是不是要遵守啊？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也没有说晚上那么晚的给过女的主动的给那女的打电话。你这个事情不是发生1次2次了。 这个是最典型的一次啊！行，他是天天放火，还是偶尔放一把火？也不是偶尔，经常。那这个就不对了，我到底信哪一段呢？经常在外面喝酒喝到深夜，又经常10点钟以后给异性打电话。女下属。对，那我信哪一个版本？如果今天他出去喝酒了，回来的很晚，喝大了。 那他10点多就没法给异性打电话，对吧？这个不矛盾哦，不矛盾。对，因为为什么他就是1、3、5他跟女同事打电话，尤其是他喝醉酒以后，特别爱打电话。我并没有给女性打电话，不是你去。有时候我回家了以后，那人家说我们在一起工作的一些人，我跟你说，我说的这些并不是说别的。 包括说猫的事情，我就告诉你，你理解过我吗？哎，对。你只考虑你自己，不考虑我。你大男人主义太严重了。懂了，明白了，就是感受不好，对吧？对。其实就是说，如果你同意我打，你也打，也就那么回事了。没错。还没错呢。
我好多话我都没敢问，还有有吗？很多生活中的小细节。哦，那您再说几个细节，我们正好听得更全面。像洗衣服，我每天的衣服，我早上出去之前都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放洗衣机。记得我有一次，我也承认我是犯了错误，忘记了把口袋里面的东西掏出来。我这个不止一次的跟你说过，每次洗衣服要把口袋东西掏一掏，但是你每次都没有掏，甚至我都跟你讲，我的衣服不用你洗，因为我自己放在洗衣机里面，我就可以掏出来了。那我想问你一下，你说不用我洗，后来你洗了吗？家里的袜子满天飞，房间里面到处都是袜子，一回来啪，不管什么地方就扔在地上。衣服也是这样子，内衣内裤也是到处挂。那我们要求家里整洁啊，都是我来收拾，收拾的时候你就没有说，最后我洗完了你来说这些。有一次你说我把那个衣服都全部的弄到外面来，你这件事情你是不是不说还好，你既然提了，我就把这件事情给大家说一说吧。你看啊，我们在南方天气，我们换季是非常快的。由于我忙一下来不及把春秋的衣服给它倒一下，因为我有的时候外面都会给它留一两件，只要一件衣服没有找到，他就把所有衣服扒拉出来，床上、地上、桌子上全部都是。我要整这个衣服，你知道我要花多少时间啊？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在那边的时候找不到衣服，因为你把冬天的衣服放在外面，就比如说前不久，天气很热，我要找夏天的衣服，我找短裤。你不要说这些了，行不行？我跟你说，这个家不是一个人的家，我们两个人是夫妻，是公平的，我说这些东西你我们都不让我是说公平的，知道吗？你也可以承担家务，为什么不你去好好的找衣服？为什么一定要我做呢？我们家就2个人。你为什么是这样子对待我？家里2个人什么都要做，躺在床上指挥我干这个干那个，收衣服在哪里必须去我收，什么东西都要我，而且我一旦做不好，你就要指责我。您夫人是经常这样吗？容易情绪失控？他是经常这样，就是情绪的控制稍微差一点。没有长期积累在心里，憋得难受，知道吗？真的憋得难受。是。因为我们长期的分居，我们没有沟通，他回来他的，我回来，我们搞得就像合租一样的。就是去怼我过来了。你所讲的话，你能不能听我说完一下？我终于可以在这个场合，我把我该说的话说出来了。你每次都是不让我说完，久而久之产生在心里一种积怨啊，非常难受。他这样子怼我，是不是也激动了？我声音也高了半拍。完了以后，我就会跟他去，我跟他去。也大一点，谁知道他更大的追求，对吧？对，没有所谓浪漫的追求，碰到了一个内心的小姑娘。嫁过来，我到这边我举目无亲，再一个最关键，我父母也不在了，我非常缺爱。我是外强中干，对呀，那你直接跟他说就行了呀。他能给我一点爱。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说呢？我说过了，我说过好多次了，我还并且跟他沟通，他就是这边耳朵进去，那边耳朵出来。每天早晨一起来就吵架，完了，一吵架我就得把窗户、把所有的门关起来。把窗帘拉起来，就怕别人看到了，怕别人听到了。你只想过家丑不可外扬，你没想过就是为什么我屡次的跟你去沟通，跟你去讲我缺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什么，你从来没有想过我内心的感受。我内心我不在乎钱，我也不在乎别人，我就在乎一份爱，知道吗？好，没问题。我要爱，知道吗？那个，我们来沟通一下，好不好？咱们平静的沟通啊。您能把您要的那个爱给我们做一个描述吗？我觉得他就最起码去关心我的内心世界啊。您对，比如说我工作上碰到一些困难，我跟朋友之间碰到一些问题，那作为我们也年龄不小了，我也知道怎么去对待，也知道怎么去。那您跟我说说吧。但是就觉得我还特别好奇，您跟我说说吧。我就觉得就是说您别老觉得了，您跟我说说吧，您怎么了？我这段我特别想告诉您的是什么？我算沟通能力可以的了，我现在已经不想跟你沟通了，你不是一个沟通的状态。我是特别认真在问您工作上碰到了什么，您可以说我工作上面碰到了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我们的话题自然就有了。这个我知道哦，知道。
我知道，知道干嘛那么大的抱怨？所以我有很多在外围，比如说在外面，比如说我就是以前哈，后面是没有。以前我跟他出去的时候，我都尽量我以他为主，他说什么就什么。不是，也许他会觉得你说2句反而是给他面子。一出去有的时候就是没有给我什么面子的，就比如说我到外面喝酒，那在一起喝酒的时候，他就当着我们的一些朋友的面就在那里数落了。有一次他过来接我，当着那么多的面，包括我们那些领导啊，我们那些员工都在那里，他就当着我们的面说：“哎呀，你脸都黑了，你还喝。”每一次你都是这样子喝。关键是去医院看病，那个胃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他甚至怕自己已经有事情了，他要喝第2场，那我是不是心疼他？我肯定不能让他去喝第2场。理解。咱们来看看这应该怎么办。你能不能试着学着来懂我？我相信在他的内心，你先生的内心也会有这样的呐喊，只是男生不说。你这个女人不懂我，哎，是。这个错位到底是打哪儿来的？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好吗？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整场听下来以后，我特别想逃跑，就是让我在这坐立不安。尤其丁女士刚才在整个的就是情绪在无法管理的那一段时间之内，让我很不舒服。就是你有想过她为什么每天需要出去喝酒吗？你也要想一个问题，他为什么情绪能失控到如此的地步？想要让自己过得舒服，想要让自己开心，首先得让对方先开心了，你的情绪也就好了。而且您所谓的我每次都要跟你沟通，我每天跟你沟通，可能你对沟通有误解。什么叫沟通啊？您觉得刚才您的那个状态是在沟通吗？早晨起来跟他去沟通的时候，我情绪是很平的。你选择沟通的时间就不对。谁大清早上起来，今儿一天的工作，一天的事儿等着我呢？我要先听你跟我沟通，沟通什么呀？问题我们没时间沟通啊。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们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需要沟通的时候，难道不值得相互等一等对方的时间，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吗？我也请求过他带我出去玩，他都没有啊。他一个人去北京，一个人去山东。你也可以一个人去北京，一个人去山东啊。当你发现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约个时间，我们相互迁就一下时间。我是每天晚上都回家的。所以呀，你回家你几点回家？你看，一遇到问题，没有一个人是和颜悦色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放下自己心里的情绪，想一想我们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到底是想要日子好，还是想要日子闹？如果你要是作，要是闹，那你就不要觉得自己每天很委屈、很憋屈。如果你要是想让日子好的话，你就要想办法，用智慧。所以你们想好了，如果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想想对方真正的需求，或者说我也干脆做不到的话，那咱就千万不要将就了，因为到这个年纪了，气出个好歹，你们怎么跟自己的子女交代？我是觉得到这个时候，谁改变谁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也做不到，那就算了。陈先生胃不好哈？对，试试葵花胃康灵，止痛更治痛。你们分床睡是1年多了，是吧？发生了哪件事情让你们决定分开？打呼噜吗？喝酒打呼噜。打呼噜。但是问题是，我是连续的，整宿睡不着觉。是的，是你提出分开。是。他打呼噜的时候他自己知道吗？知道。是，但他能解决吗？他解决不了吗？但是他不喝酒，不喝酒的时候不打呼噜。你用了什么方法？你只是以痛治痛嘛，就是你打呼噜，那我就跟你分开。你所有解决问题的逻辑都在这里。我再问你啊，他爱吃饼干你不爱吃，他喂你吃你不领情，对吧？你生气是不是？是的。那他不喜欢猫，你为什么一定要把猫留下来？你有考虑过他吗？猫可以陪伴我。对，他有猫陪伴你，就不需要他陪伴你了，对不对？导致现在的这样病症的表象背后的根源是什么？你们一定要共同的去找到。一味的表达负面的情绪是不可以的，而且负面情绪可以怎么样？影响别人。
本来可能他想跟你好话好说，对不对？咱们说这个理儿，但是你呢不行，立马情绪就上来了。他说东你说西，他说一你说二，你是一个发散式的思维，一下能把一件事儿扩展到无数件事儿，这个问题始终解决不了。聊事儿别聊情绪，别说你不对，说先自己什么问题，这种方式也可以影响对方。你记住，面对面的指责不如肩并肩的说服，有话好好说，就这样。现在冷静了没？冷静了是吧？冷静了，我问你啊，就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一个男人跟你分享他爱吃的饼干，这是个好事儿坏事儿？可以说是好事，他认为他爱吃的给我，好事儿是吧？对。但你在这个舞台上是以一种失控的状态来控诉这件事情。问题跟你分享了10年啊！不是，等一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痛恨的是他不知道这个东西你不爱吃，对吧？对。啊，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他每一次都是默默的一个人在那边吃饼干，一点都不分享，你是不是也会失控呢？你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吗？你没找到自己的病因啊！你的病因是恐慌，你的病因不是这个男人，而且这个标准是在时刻游移的。然后呢，你发现他达不到你的标准，确实啊，你有问题啊，他是有问题的啊。我先说你，不代表我不说他。你发现他达不到你的标准之后，就是你用焦虑去治疗你的恐慌。除了骂他之外，你还有什么方法来倾泻你的焦虑吗？舒缓你的焦虑，你有方法吗？我就养猫啊。啊，除了养猫呢？那我一个人待在家里，听听音乐，听听小说，做点自己爱吃的美食。那么你的焦虑被排解了吗？好很多了。排解了吗？排解了，你今天在我们舞台上如此控诉，如此失控呢？对于你来说，你的生活需要有很多的分层，就好像你现在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我一个人养猫，一个人听听音乐，我的焦虑会好一点。但是如果你和这个人在一起，你的焦虑继续在你身上堆积和累积的话，这个时候你又该怎么办呢？除了跟他分开之外，你还有什么办法吗？至于你的问题其实很大，就是我从来不认为一个女人的失控是这个女人的问题，情绪像银行一样堆积在她身上，那她为什么会那么堆积？因为很简单，因为你的粗暴。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啊，天哪，在舞台上你们看他是这么一个样子啊，疯疯癫癫的，不，他全是你的问题。当他觉得一个人孤独或者生病感到恐慌的时候，你又去抚慰他的那些恐慌内心的慌张吗？你没有嘛？你凭什么做人老公？就当一个女人站在我们舞台上为一些叠衣服的事情失控成这样的时候，不知道在心里面已经憋了多少年了。我觉得可以离婚，你千万不要因为你在什么地方待着怕人说什么年纪了，然后说我不能离婚。离婚是可以的，如果你一个人过得更好的话。如果你们两个人真的还想要在一起，我觉得很简单，你每天抽1个小时时间陪你太太说说话。我刚刚一直在想分辨出来你要的爱具体来描述的话到底是哪些。朋友圈你发的所有的内容它最好看，能点赞，更好的表现是能私下跟你讨论1、2，支持你养猫，少喝酒，在家陪你。在你洗错衣服这一类的事情发作的时候，他告诉你真是个小傻瓜，下次注意一点。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女人她是要向几级泼妇是由你们决定的。我们天生的确容易歇斯底里，我们的确容易情绪化，但我们情绪化是1级、2级还是3级、4级到崩溃，确实有我对话的这个人。你日常操作里头逼疯他的常用手段有，他一发火你关窗，这等于是直接就告诉你了，第一，你的状态好丢人呐，别让邻居听到了，太丢人了。日常就是这样啊，你以为的我平时没有做什么多过分的事儿，但他怎么这样呢？但是他就是被你这一些只顾外人不顾他的一些做法逼疯的。当我妈发火的时候，我爸就会给她递杯水来润润嗓子，接着说。我妈可能还是火，也真喝了。
喝了以后2个人就相视一笑，有的时候我说哪儿去了，你给我找补找补，我爸再给他续上。于是我妈接着说的时候，气已经都没了。2个人有的时候就是在这么样一个小动作，因为她老公表示出来的叫做我在意你的情绪，而不是我在意别人怎么听我们家的声音。但是对于您来讲，您的确会让一个男人慢慢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应付你。在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向我3岁的女儿学习。我经常有的时候训我3岁的总是想淘气的女儿。我女儿葡萄会跟我说：“妈妈，你弄碎了我的心，因为你刚刚训我了。”我说：“那我该怎么办呢？”她说：“你帮我修复一下。”我亲了她一下。我说：“这样怎么样？”她说：“心尖尖那里还有点碎，你还得再亲一下。”我又亲了。好了，我的心修复好了，走了。你跟你的丈夫相处里头，也应该学习一个3岁孩子的智慧。当你歇斯底里的说我要爱呀，我要爱呀，这不就是一个3岁的孩子的呐喊吗？跟3岁小孩我要糖，我要个玩具一样的。你喊得很真诚，但怎么能够让他给你？就可能告诉他，老公，放下你的饼干，亲我一下，我就让你接着吃，不要轻易的失控，然后教会他怎么样平复你的情绪，好不好？中国人讲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如果老陈10几年如一日的这么破坏这位姐姐，这个姐姐还有今天的这种花容月貌吗？陆琪老师那问题问得多好啊！我爱吃饼干，我跟你分享个饼干，你是高兴还是生气？当然是高兴了。他把他最爱的东西给我分享，代表了什么？你有感应之心吗？说句不好听的话，不是大男子主义，只是老陈到了这个岁数活明白了，要不然早就跟你离了，是吧，老陈？是，说的眼睛都红了。老陈又很现实啊，我再找一个说不定还不抵他呢，就这么着吧，我忍了，那这日子能过好吗？你把他放成了你是他的妻子了吗？我看没有嘛，他不委屈啊，男人只不过说不出来而已嘛。一个60岁的男人在台上哭，你问他为什么哭，你问过吗？他的满腹委屈绝对不比你的少。老师们刚才给了一个建议的桥梁，首先，如果还想过下去，分房是不可以了。第2件事儿，找时间沟通，把自己心里想要的直接说出来。在这儿说可能比较那个，回去自己好好说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想对你说，我们结婚10几年来，你真的有真正了解过我吗？你能不能尝试着去了解我一下？我想要什么？真的，我这次来，我就希望通过这个，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还，我就不知道以后我们怎么下去了。我是想说的是，我们给彼此一个机会。其实我真的我心里也很委屈的。你说我60几岁的人，到现在我们虽然是再婚，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再离开，真的。实际上，我们很多事情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引起吵架的。谢谢2位，请回，请回，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观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来吧，预测一下吧。他俩还会都出来，但是我真的觉得建议他们俩离了吧。肯定会都出来的，一定会。来吧，看看他们怎么选择，请开门。快去快去，他就喜欢那个跑过去，咔抱起来，一转圈再亲一下那种。快去快去！你看见人家抱他还吹，哎呦！来，我们一起见证，各位，那可是少年夫妻，问题一样满满。先了解一下下一对夫妻的基本情况吧。各位，请看。我们是包办婚姻，结婚的这33年里，我过得一直很煎熬。他性格太闷，总是和我冷战。如果不是为了孩子和怕别人说闲话，我真的想和他离婚。结婚这么多年了，我们之间更多是亲情，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他现在脾气越来越暴躁，
在外边也从来不给我留面子，我觉得他心里一直都看不上我。现在我们都一把年纪了，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的过日子呢？有请这对夫妻，有请。韩先生56岁，来自辽宁，农民，有请。于女士54岁，来自辽宁，农民，有请。欢迎两位哈。结婚多少年啊？33年了。33年。对。想离婚有多少次啊？无数次了。无数次。对对对。啊，说是因为包办婚姻是吧？对。如果没有孩子，早离了是吗？对，是这样。那这都33年了，这孩子也应该大了吧？女儿今年32，儿子17。所以今天来两位是为了什么呢？因为从一开始我俩是父母包办的嘛，那会儿都孩子听话，当时他对我也不是那么太满意，我对他也不是那么太理想。说白了，有了孩子就将就对付过吧。那会儿我们是农村嘛，农村是离婚是挺丢人的事情。但是最近这几年当中发生事情，让我都有点接受不了。3年之前，我女儿找了个对象，那个男孩就特别是游手好闲，我姑娘挣的钱他都给花了，我就觉得这个对象不太靠谱。然后他一直就是说，姑娘愿意你干嘛就阻拦怎么的？但是我不是我不愿意，我曾经也给姑娘我也说过，点到为止。像你那个性格，你就是逼迫姑娘是分开的啊。姑娘在家哭哭啼啼的，你说万一出现啥事儿，当父母你你后不后悔啊？对，就因为这个事儿，我俩吵了无数次嘛。最后一次爆发的是什么时候？就是马上说要结婚了，他就说意思是个火坑都让他跳。然后我就觉得那样说，一旦要是结婚了，是火坑跳去还能跳得出来吗？然后因为这个孩子事儿，我俩吵不休，他甚至喝醉酒了要打我，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日子没法再过下去了。因为啥？我说的话他听不进去，哪句话都不对，都得必须他一手遮天，听他的呀。一气之下，我就要回家取结婚证了嘛。说啥这个日子不能过了。当我去取结婚证的时候，他有点好像醒酒了，有点害怕了，觉得这个事儿我说的好像是有那么一点道理。那闺女儿这婚事到最后到底怎么样了？姑娘最后还是跟那个男孩分手了，然后经过别人介绍，在去年嘛8月份结婚了嘛，还算是我选择算是对的。你选对了，那谁知道呢？对，估计您母亲那会儿给你挑结婚对象的时候也是这么挑的吧？哎，不说了，这事儿过了啊，我明白了。这3年这是第一个坎儿，还有啥呀？这个事儿过了也就算过了，行，姑娘现在找到属于自己幸福了。但是我跟他俩刚结婚是怀孕的时候吧，他就是一个特别重男轻女那么一个人，你知道吗？这又说回去了，从3年前就说到30年前了。对对，我并不是重男轻女，因为我一天在田地干活很累，回家就想休息，我哪有时间说是抱抱孩子？他根本那姑娘她连理她都不理，就我天天在家就是说伺候老人呐，伺候孩子，她连看都不看。你说她光说她喜欢什么呀？我要是重男轻女，就是女儿写给我这封信，能保存到你说什么信？我怎么不知道？哪来的信呢？我喝醉了酒，你把门扣上不让我进屋，我拽开门之后不小心把你摔倒了。啊，你说那次我肯定印象挺深刻的，因为那会儿孩子小。是这么回事，这样说是头15年之前吧，冬天嘛，在朋友家喝酒，喝多了回家之后呢，他就把门扣上不让我进屋，因为是冬天嘛，比较冷，接着酒劲嘛，把门下拽开了。进屋之后他就往外推我。就在拉扯的过程中呢，他滑倒晕过去了，就把他送到了医院。送到医院之后，第2天我回家的时候，就发现桌子上有2封信，写给他妈妈一封，写给我一封。今天这封信我还带来了，看看。那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这封信呢？那给我的信你为啥要揣着？主持人，我有点近视，好像有点看不太清，你能帮我读一下吗？张道老师给读读吧。这相当于当妈的说当爹的跟女儿关系不好，爹拿出了证据，说这个女儿曾经还写给我们信呢，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跟她关系不好？是这意思吧？对。这是信的落款是看得清吗？一封写给妈妈，一封写给爸爸的。啊，爸爸都看过是吧？对，我看过。我念写给妈妈这封信哈，因为有点长，我大概给您念1、2段。妈，作为你们的女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把我心里想说的话和对你们的看法说出来。俗话说得好，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谁都不知道自己有过什么错。作为女儿，我在这封信中就实话实说：妈，自从生完弟弟之后，你的脾气好了很多，但是这次不管是谁对谁错，总之都有一错。如果有一人，肯定要退一步。会这样吗？妈，我知道你让爸爸戒酒是为了他好，为了这个家。但爸爸毕竟是个男的，他有时也要些面子。出门哪有几个不喝酒不抽烟的，对吧？给爸爸的信我说了很多。妈，我也跟你说过，我拿相片咱们一家3口的照片给同学看，同学们都非常羡慕我。现在又多了个小弟弟，那我不就更幸福了吗？我说过，你和爸离婚了，我谁也不会跟，奶奶和姥姥我也不会跟，你们都宽宏大量点，不就没事了吗？孩子在最后落款的时候写道：下周回来，我希望看到幸福的一家，而不是现在这样。妈妈为了我，为了弟弟，为了这个家，你宽宏大量点，多想想自己的错，别想对方的错，想想对方的好。这孩子多大的时候写的呀？15岁上初中。哇，这么成熟啊！然后他给爸爸写的信的下面也写了这句话：想想自己的错，想想对方的好。哦，哎，那我很奇怪啊，这封信为什么你没看到呢？我一直没看到，我根本因为不知道当时吧，我就是没打算给他看，因为就想离婚，就不想跟他过下去了，看不看有啥意思？哦。结果通过看到女儿写给我这封信之后，我主意就改变了。为了孩子有个完整的家，我就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忍着吧。哎，这么大的矛盾和冲突，为什么还会生个老二呢？我是怎么想的，主持人？因为他那会儿特别重男轻女，我寻思试图给他生个儿子，也许他的态度、性格能改变一点，因为他这个人就像闷葫芦似的，有什么话一直不说就闷着。所以生老二是您想追生一个，对对对，是我那会儿我都36岁了，当我生出儿子以后呢，我看他态度性格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因为我不是不想跟你交流，因为我不敢跟你交流，因为啥？我每次跟你交流，我都再三考虑哪句话别说错了惹他发火，我心里都产生了这个阴影。我这个在信里面我听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啊，就感知女儿写给妈妈的信里面说：妈，你不要太强势，类似于说哪个男人不在外面喝酒，给我的感觉是不是你妻子挺厉害的？基本上沟通不了。对外的时候真的不给您面子吗？真的没有。我比如说，就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在外面就是秋收嘛，就是亲属比较多都回来帮忙帮工嘛。以前本身嘛，他就反对我抽烟，结果那天正碰巧了，我正在抽着烟，他就过去就一巴掌把烟给我打掉了。开玩笑的话你都看不出来，那不是开玩笑吗？那叫玩笑，当着那么多亲属的面，那么多亲属为啥要给给你面子呀？再有一次，你过生日拍张照片，正常夫妻照相搭个肩是不胳膊这是可以正常的。可是完全可以啊，应该的呀。不可以，你知道吧，主持人？他是在台上是这么说，在家他就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俩出去办事都是一前一后的，你知道吧？从来他也没扯过手，没拉过手。为啥要当着我家那人面伪装自己呢？端起一碗酒就泼在我的脸上，当时我也没急眼，我还笑呵呵的面对他。我为啥那会儿要给你面子？你要是在家一直咱俩说牵过手，说感情一直挺好的，那就别说搂啊，怎么样都行。你是那样的吗？你是在外人跟前是装的就是。咱俩可好的样，回到家里你不就变脸吗？你就是个泼妇型的，跟你根本就沟通不了。什么叫泼妇型的？在家经常说什么张三李四家媳妇儿，怎么贤妻良母型，那是人家事儿，那你人家丈夫也不像你这样的。不是您回家他怎么对？成天你说别人家媳妇儿，基本上看他笑脸的很少。天天说别人家媳妇儿，你要不说别人家媳妇儿，我还不生气呢。主持人，我跟你说一件事儿，他原来在一个单位体育馆嘛当厨师，以前给他打电话嘛还行，跟我俩说话就是唠嗑啥都还行。有一次你不是说他不说话吗？咋又唠嗑还行？就还可以吧，就是说。不是您这要求有点高哎啊！行，不是我要求高，他那个有一个照片好像和一个女同事照相就照相吧。有一天我就发现那个照片怎么剩他自己一个照片，那边半拉怎么没了呢？然后我问他不承认，你知道？后来我就上营业厅去查去了，一查那个电话通讯录全是说那个女的电话。然后我问他还是不承认。那只是一个同事。那要是没有事的话，你能回家说对我不冷不热的？那还是外边你肯定是有事儿呗，肯定是有猫腻儿呗。我有啥不？我为了我正事，没有人那你为啥给那个照片撕去呢？了吗？打电话为啥给他打那么频繁呢？
那是唠正常嗑，我没有过格的行为啊。那不过格谁好好一个照片留自己那边俩吃去了？怕你看着生气啊。那我上单位去找你的时候，没事，你为啥要辞职呢？我倒得给你证明了，你怀疑我有这事情，那是证明吗？那你是怕我上单位闹，你工作不下去了？假如我要是真有这个事情的话，我何必辞工作？我就在那工作呗。他事儿多着呢，我都不想说。在家我说一句，他10句这100句1句我都换不来，我就搁那闷着。还有啥事儿？我儿子今年上高1了，17岁了。打游戏我不让打，他就意思孩子玩着玩就不玩了，怎么的，他老是跟我这么唱反调。那孩子都上高中了，他啥也不知道，啥也不明白呀？他玩够不就不玩了吗？我1年回家几趟？你那都是在家借口，你知道吧？他就是这样的，好事不找我，坏事全是我干的。就是家里面孩子你带，但是他责怪你，对对对，就是我就是个妈妈，他就是个好爸爸。然后孩子花钱呢，他更不说。孩子要10块，他给20；要30，他给50。有这么惯孩子的吗？因为啥？我不经常在家。现在10块8块能买个啥东西啊？给个30、20，我也嘱咐过孩子，你吃点喝点不要紧，别在外边给我惹是生非就行，是不是？给老子省点心。这孩子也答应，这不挺好的事吗？啥都是我的不对了。那你早干嘛去？早干嘛去？咱俩也不用上这丢人现眼去了。不丢人也不现眼。您是在外头打工是吧？对。那您在干嘛？我就在家围着锅台转，然后干点零活。就现在吧，主持人，我现在这个岁数50多，是上有老下有小，我就想说为家里负担的经济多一点的，然后我就想出去打工，做个月嫂啊、护工啥、保姆都行，挣的能比较多一点。他死活都不让，就给你拦着。因为你出去打工，家里老人谁伺候呀？都80多岁了。他这人自私到极点，他就意思说，你就在家，我宁可。在外边我也不想回家看你这张脸，就外边什么都好，我眼不见心不烦，是这样。你就在家守着你这个孩子，守你这个屋里锅台转吧，你就哪儿也不用去了。对，我就是不想看上你那张嘴脸。就有这样的吗？这嗑唠不下去了，我问问吧。您在外面打工多少年啊？得有10多年了。每年回家很短，一般1个月有时候回不去一趟，1年回不去一趟。这要是在外地的话。所以你们儿子17了，10几年就你们夫妻基本没什么交流，对吧？没有，从来没说是坐到一起说说话啥唠唠嗑，根本。您就负责挣钱，对。您就负责在家里带娃，对，这个伺候老人。对。今天来到底干嘛呢？就想听听各位老师的意见。我俩这个婚姻是30多年，是该继续是不该继续，我也没主意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为啥事儿不继续了呢？不是30多年都熬过来了吗？怎么就觉醒了呢？不是觉醒了，年轻的时候怕的事儿特别多，你知道吧？怕老人，怕孩子。我现在岁数这么大了，我就想为自己活一次。我不知道这个婚姻到底是该何去何从。真的，我受够了他。行，他太闷了。好，我问几个问题啊。在你们家谁说话管事儿？我说话管1多半。就你说话管事儿吧。第2个问题，你这老公是不是有点怕你？他表面怕，他心里不怕呀。阳奉阴违是吧？对。啊，第3个问题啊，这个离婚之后，咱准备做一些什么？怎么规划的？离婚之后自己过自己的，然后儿子自己过自己的咋过？是不是手里还有点存款？没有。你这，行吧？怕他吗？怕倒是不怕，就是唠嗑啥的，根本是唠不到一起去。烦他吗？他一发脾气很烦。实际您是不想跟他说话，对吧？不是不想，也想，就是心里打怵了，有产生这个阴影。为啥呀？因为就是我跟他一唠嗑，就是说啥都不对，都是他的对。孩子未来也大了吗？孩子也得出去打工，或者学习好了考上大学，对吧？那您接着在外头打工，还是回家跟他一起过日子呀？还得回家跟他一起过日子。那过得到一起吗？说啥就吵架，那不得郁闷死啊！慢慢沟通吧。这还咋慢慢沟通？33年了也没沟通出个子丑寅卯。作为男人就得大度点啊！作为男人就得大度点吧。您就说您离不开他的理由是什么吧？还是离不开他。对呀，还是离不开他呀！想我给家里面辛辛勤勤的耕耘了33年了，我这老牛要歇了，你要给我轰出家了，搁谁受得了？是不是这意思？对。那您直接说呀。您跟其他人聊天也是火这么旺，还是只对他？就对他。娘家人怎么评价你选的？就是他们帮你选的这个老公？他们评价他就是这个人干活各方面还行，就是太闷，老实巴交，吃苦耐劳。你算找到了一个好老公。就我事儿多。你看啊，后面你看，我们就知道嘛，
公开的评价是这个嘛，老实巴交，吃苦耐劳嘛，管得死死的。在你们村里，像这种听话的老公多吗？不多。我相信肯定有比他能干、比他挣钱的，对吧？有。但是像他这么老实巴交的是不多，是吧？像他这么闷的没有。哦，好，您用的闷。你今天来，你想听到的是说你们离吧，还是说哎好好过吧？您更想听到的是什么？我更想听老师建议是啥，就是说，我们这段婚姻要是说能维持，我还是听老师的；不能维持，我就这样。其实其他方面都很满意，就是太闷了。对，要这回再能跟我唠会儿嗑，把我逗乐了，哎呀，这个男人就完美了，是吧？这是怎么了？今天半路夫妻也说不懂，少年夫妻也说不懂，你们帮着懂懂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刚才有一段女儿写给你的信，我剪这个大段的念的，有一个小段我跳过去了。但是我刚才回头又重新仔细读这封信的时候，我觉得这段话要念给您听一下。谢谢老师。妈妈，在没有弟弟之前，你隔三差五就走，我周五回来，你也回来，可在这一周，爸爸怎么过呀？吃饭自己一个人，睡觉自己一个人，屋里冷冷清清，哪还像一个家呀？这么重要的，你刚才都没念呀？因为他这一段，这是一个颠覆性事实啊！这说明男人很贤惠啊，女人。还有写给爸爸的里面也有一段。你念，我听。爸，说真的。在我心中，我一直都很佩服你。为啥？妈妈原来是有些不讲理，可你都一直在一忍再忍。但自从妈妈生完弟弟之后，妈妈也变了很多，变得通情达理、善解人意，脾气也改了很多。你是给我们玩翻转是吧？就说。其实这个家里面的那个恶龙和怪兽是他，我的天哪，藏了这么重要的信息，五雷轰顶啊！妈妈是有时候愿意唠叨，可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关心你，关心这个家。爸爸，自从老姑去世了以后，你喝酒就像变了一个人，我都很生气，更何况妈妈。你接着说，接着说。没有什么了，剩下就真没有重要信息。就没有了哈。你刚才藏了多少重要？不是，你要不给我看一下行吧？对，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你了。对你这，你已失去我们信任了。对你这拿来的信息都是完全是反转的，你知道吧？那不就是说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结了婚，这个女人说你不能干，你这个重男轻女，但是结果发现这个男人就一个人兢兢业业的守在家里，女人倒是四处乱颠胡乱跑嘛。这个是在有弟弟之前，那也10好几年了。但是有了弟弟之后，他变了呀，他有改变。对啊，那你接着说。但还是有问题，是有问题。因为我看完这一段，我心里挺受震撼的。因为当时女儿写这封信的时候是15岁。刚才你们都提到说，为了孩子，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什么叫完整的家呀？我觉得完整的家不是说爸爸妈妈不离婚，而完整的家，在这个家里面是爸爸妈妈相爱，家里面包办的婚姻给您。介绍的这个人您不喜欢，您没看上，对吧？我觉得就是女的没看上男的，大哥肯定看上女的了。我觉得未必，是吧？未必，就是在他心里面可能也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所以才会有不冷不热、不冷不淡的情况出现，对吧？对。只不过是性格使然，就是我不争不吵。对吧？你觉得男人应该宽宏大量，我就闭嘴。但是您虽然嘴闭上了，可是行动上却没有停止。对，老师说的这个对。所以你们这些年就一直在互相伤害。所以你们一开始对于婚姻生活的起点，就不是一个正向的一个起点，一开始就是怎么看这个人都不顺眼，所以这日子就越过越差。连15岁的孩子都能说出多看看对方身上的好。那我觉得，如果你们只是因为孩子而牵绊的话，彼此这样相互折磨，那不如分开。在这段婚姻当中，我觉得真的像你们女儿说的那样，不是说谁一定是对的，谁一定是错的，你们俩都有错。通过孩子的信，我觉得错的更多的是在女方。你把这个重男轻女的标签给钉在了老公身上，你有关心过老公吗？
他在失去自己至亲的时候开始喝酒了，为什么？这段时间可以说他是人生最灰暗的时候。你的体贴在哪里？包括因为你的涉足，人家是否有跟那个女同事有什么关系吗？你不知道啊，但是他却被逼着辞职了，你把他的事业都影响了，你的心里到底有没有他，有没有这个家呀？所以说，不要眼睛只盯在别人的问题上，多看看自己的问题，才能解决真实的问题。就这样。你女儿在15岁的时候已经把这个答案写在这封信上了。她说2个人打架，别说谁对谁错，反正都不对。然后呢，用了特别大的大字说，都想想自己的错，别想对方的错，想想对方的好。人啊，是有人生弧线的。我跟你讲个道理啊，说你老公，哎呀，这个性格没有几个人受得了。他跟你结婚30年，他的性格是你养成的。本来你可能性格还好，没有那么强势，但是就是为了做主嘛。所以我要说，我要不断的要告诉你，要理清这件事情应该是听谁的。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一开始他不至于那么没有话。既然最后的结果都是听你的，然后我说了我要被你骂，那我为什么要说？是不是这个道理？这个家里面的人幸福了吗？你的女儿真的她会觉得自己原生家庭特别好吗？你的儿子他真的觉得你们原生家庭天天这么吵架，骂这么强势，他一点痛苦都没有吗？冷暴力一般都说男方不对，但我们要看这个冷暴力是不是到最后它变成了一种习得性的无助。现在所有家里面的人对你是什么？是畏而不敬。为什么不敬重？因为你没道理。少年夫妻老来伴，少年时候养成的性格导致了你们现在剑拔弩张。但是老来伴了就不能矛盾相交了，你只能把你的锋芒收一收，你只能把你那个盾打开。所以现在得你开口说笑话了，得你放下你的严厉了，这样日子才能过得下去。就这样。谢谢老师。这个婚姻还能再往前走5年，为什么是5年？因为儿子大学毕业和高考正好差不多5年。等到儿子开始工作的时候，也就是您可能已经外出务工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婚姻得解体的时候了。这个就是最要命的事情，他取悦不了你。早年来，如果说你有一个敬畏心，使你留在这个婚姻里，那就是来自于你的父母、你的娘家人的嘱托。他们可以动不动的去说你，都是因为你太作嘛，不要生事儿嘛，你老老实实的又回来过日子了。接下来又是靠你的女儿拉住了你这一颗移动的心。15岁的孩子给他爸使了一点招，他爸好歹拉了你一下，然后到了现在，谁还能降得住你？你离了婚很容易再找，他离了婚很难再娶，你也就捏住了他这一颗怕失去老婆、怕离婚、怕一个人孤寡终年的这样的一个心，不停地欺负他。你欺负他已经欺负到刹不住车，没有办法见好就收了。眼下能在这个婚姻里留多久，不是老师们告诉你怎么办，而是来自于你这半生的挣扎。到了今天，你自己问问自己吧，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今天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事实摆在这儿。这个家说白了就是，老婆说这日子还能过，这日子就能过；老婆说这日子过不了，这日子就过不了了。但是你记住一句话，千万不要欺负人家的善良。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老婆，我们结婚已经30多年了，在这30年中，我的心里只有你。虽然我们性格不同，我希望今后我们互相改变自己的性格，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我们共同努力，好吗？说心里话，你这个人吧，其实各方面还可以，你就别有什么事儿吧不说，闷在心里，一闷的我都透不过气来，像一个石头压着我。你要说以后什么事儿都跟我说，跟我商量吧，我觉得咱们婚姻还能走下去。你要是说不跟我说的话，我觉得没那个必要了。真的，我太累了，我不想这么累，我想为自己活一次。
你们家有什么事儿他没跟你商量过，自己去做的？举一例。他爸去年住院的时候，他要去伺候他爸，他就不跟我说，你知道吧？因为我也是家里一份子，不说我特别的生气，他就搁肚里闷着，自己难受他也不说，就什么大事都不想说。那你问过他吗？问过。你有多久没去看老人了？老人住院为什么你不知道？好了，你带着这些问题自己好好想一想吧。谢谢两位，请回吧，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预测结果，预测结果。我真不希望他俩继续过了，所以一开始我就堵死他们路了，说为了孩子，我就完全不必要为了孩子。两个都会出，但是我希望男的别出来。我希望这个男人雄起一把。最好的就双不出吧。但是事实呢？会双出。唉，事实总是来得这么猝不及防。我们看看他们夫妻之间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我特别希望大哥别出来，哪怕是个教训也别出来。既然出来了，咱就好好过，行吗？大姐，能不再欺负人了吗？不能，行吧。这世界没办法，就被欺负惯的人不欺负了，这个还难受呢。来吧，我们见证一下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光。各位，本节目由葵花药业独家冠名播出，修护胃黏膜认准葵花胃康宁。再一次感谢葵花药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要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